各位叔叔阿姨，下午好，我是岁月安心站的刘颖。今天要说的是，关系到您全家人的血汗钱能不能平安带出国门，请一定耐心听完，这可能在未来保住您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积蓄。先问您一个问题，爸爸妈妈儿子各带$9900，都没超过1万限额，总共能带多少进美国？答案是0，不仅全被没收，还要倒贴机票和罚款。这不是故事，是前几天刚发生的真事。问题出在加在一起，我们自己觉得是分担，海关却认定是蓄意欺诈，罪名叫做拆分洗钱。很多长辈还抱着法不责众的想法，这简直是在往火坑里跳，这是90%人会犯的致命错误，也是最容易踩中的隐形地雷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悲剧，喜事变灾难，一生积蓄在海关瞬间消失。现在全球海关查现金的力度空前，专门针对带现金的误区，请您一定重视起来。在细说之前，请在评论区打下如实申报4个字，既是提醒也是祈福。如果您觉得我说的有用，请点个订阅，接下来每个字都可能是您避坑的关键。今天咱们就彻底讲清楚带现金出国这件事。很多长辈心里有个疙瘩，总觉得我带的是我自己的钱，一不偷二不抢，凭啥不让我带？我想带多少就带多少。或者呢，心里犯嘀咕，海关是不是就想找由头收我的税，所以我才要把钱分开，你带点我带点，让他抓不着把柄。叔叔阿姨，咱们这个想法放在国内人情社会里可能说得通，可放在国际海关那里就全错了。海关的脑回路跟咱们老百姓的日常思维，它完全不是一回事。在他们看来，这种故意把一大笔钱拆成好几份，交给不同人带着，试图绕过申报的行为，性质非常恶劣。这表示你明知故犯，是在有计划的欺骗执法人员，是在挑战他们的法律底线。一旦被认定是拆分洗钱，那麻烦可就大了去了，绝不仅仅是钱没了那么简单，你可能会上黑名单，可能面临官司，甚至可能以后再也去不了那个国家了。为了让大伙印象更深，我把开头说的那个惨剧给大伙儿仔细还原一遍。这是发生在今年年初，一家姓陈的叔叔阿姨身上的真事。陈叔叔在老家开个小铺子，勤勤恳恳一辈子，攒了些钱。他家女儿争气，在美国念完书，要在洛杉矶安家买房了。陈叔叔老两口想着，女儿买房是人生大事，做父母的得支持啊。可如今汇款管制严，手续也麻烦，陈叔叔就想了个聪明办法。他寻思着，正好过年，我们老两口加上还没成家的小儿子，一块去美国看女儿，3个人，每人身上带点现金，凑一凑也能凑出$3万，给女儿添置家具家电，多实在。于是他去银行取了$3万崭新的钞票，回到家像分配任务一样，给老伴9900，给小儿子9900，自己兜里也揣上9900。他心里那个算盘打得可美了。美国规矩是$1万以上才要申报，我们每个人都没到1万，那就都不用申报，大摇大摆，轻轻松松就过去了。他还特意叮嘱老伴和儿子，到了那边，万一有人问，就说没带多少，几千块吃饭钱，千万别多说话。一家人就这么怀着团圆喜悦的心情上了飞机。一路上，陈叔叔心情好得不得了，还跟邻座乘客聊起去美国给女儿送钱的事。飞机落地，他们跟着人流往外走，到了海关柜台，官员看了看他们一家的护照，随口问了句，你们是一家人吗？陈叔叔赶紧点头，是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官员接着又问，你们这次一共带了多少钱？陈叔叔心里一紧，但嘴上还是按剧本说，没多少，每人就带了几千块零花。那海关官员抬头深深看了他一眼，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用手指了指旁边一个专门的检查台，请你们一家人到那边去，把所有的行李打开，把身上所有的现金都拿出来。陈叔叔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，知道可能坏事了，但还强撑着。到了检查台，工作人员要求他们把口袋、钱包、随身小包里的钱全部掏出来，放在台面上，3沓崭新的$9900并排一放，那场面就连不懂行的人看了都觉得太刻意了。海关人员的脸色当场就沉下来了，他们根本不用数，光看这数字就明白了，每人离1万就差100块，
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？这摆明了就是最典型、最拙劣的逃避申报行为。主管立刻被叫了过来，然后可怕的一幕发生了，他们一家3口被分别带进了3个不同的、没有窗户的小房间，这叫隔离审查，就是防止你们互相串通、对口供。在那个小房间里，陈叔叔一开始还想辩解，说我们不懂英文，不知道规定，以为是按人头算的。海关人员直接拿出一份中文的申报单，指着上面的条款给他看，冷冰冰地说，这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家庭成员共同携带的现金总额超过1万美元需申报。你为什么不说？你们每人9900，这是明显的故意隐瞒，是不是有人教你们这么做的？这钱是不是黑钱？陈叔叔一辈子老实巴交，哪见过这种审讯阵仗，当时腿就软了，话都说不利索。另一边，陈阿姨心理素质更弱，被问了没几句就吓哭了，边哭边说，是老陈让这么分的，他说这样省事，不用填表。最后的结局让人痛心。海关认定陈叔叔一家尽管这钱来源可能是清白的，但他们的行为构成了故意拆分资金、逃避申报，违反了法律。那3万美金，除了给他们每人留了200块当做打车吃饭的钱，剩下的29400全部被当场没收，一张不剩。而且因为他们涉嫌欺诈，海关当场就把他们10年的美国旅游签证给注销了。一家3口直接被押送上最早一班飞回老家的飞机，遣返回国，并且5年之内都不能再申请美国签证。陈叔叔回到老家后大病一场，头发半个月就白了一大片。他见人就说，千万别耍小聪明啊，填张表能累死吗？就为了省那一步，一辈子的积蓄没了，女儿的面都没见着，这代价太大了。这个真是听到这儿，您是不是也觉得后背发凉，心里又冤又怕？明明是自己的血汗钱，怎么就这么没了呢？这里头就涉及到我今天要跟你讲的第一个，也是最重要的核心知识点，家庭申报制。咱们很多长辈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，总觉得海关那1万美金额度是算人头的，我是我老伴是我老伴，咱俩各算各的，谁也别连累谁，大错特错。在欧洲主要的经济发达国家，像夫妻、父母和未成年子女，在法律上通常被看作一个共同的经济单元。你们报的额度是以家庭为单位的，也就是说，不管你们一家去了2口人、3口人还是5口人，你们所有人身上现金加起来的总额，如果超过了1万美金或者等值的欧元、日元、人民币，那就必须由一个人站出来，填那张申报单，老老实实告诉海关，我们这一家子一共带了 XXXXX 钱。举个例子您就明白了，您和老伴2个人去美国玩，您带了6000，老伴带了5000，加起来是11000，这就超过了，就必须申报。如果您还觉着我俩都没超1万，没事，那就跟陈叔叔家一样，属于违规，海关就会认为你们是合起伙来欺骗政府，那后果您想想吧。所以从今天起，咱们脑子里那根弦一定要换过来，别再用人头去算钱，要用家庭这个整体去算。哪怕您是跟已经成年的子女一起旅行，如果你们是一起生活，经济上不分家的，海关也很有可能把你们看作一个整体。最保险、最不会出错的办法就是出发前把全家所有人要带的现金、旅行支票、汇票统统加在一起算个总账，只要总数超了1万，就别犹豫，别侥幸，老老实实去填那张表。说完了家庭额度，咱们再来讲讲第2个隐形红线，这个很多长辈更容易忽略，叫做资金来源证明。可能有长辈要说了，我听你的，我申报，我带了5万美金，我填了表，白纸黑字告诉海关，我带了5万，这总行了吧？我告诉您，还真不一定行。申报只是万里长征的一步，紧接着的第2步，海关完全有权利问您，先生女士，请问您这5万美金是哪里来的？您不光要能说清楚，还得能拿出证据来证明，这才是现在全球反洗钱的核心所在。海关真正怕的不是您带钱，而是怕您这钱来路不正，是黑钱，是脏钱。我再给您说个我同事亲眼见过的案例，有位做建材生意的王大哥，要去加拿大谈个项目，他觉得带现金方便，
就带了8万加币的现金。王大哥为人实在，在飞机上就填好了申报单，写了8万。下飞机过海关时，官员看他申报了这么大一笔现金，就客气地把他请进了办公室，开始态度挺好，说：王先生，感谢您的诚实申报，我们想了解一下，您这8万加币是做什么用的，是哪里来的？王大哥觉得身正不怕影子斜，自己是堂堂正正做生意赚的钱，就回答：我是做贸易的，这钱是公司的流动资金，我这次来加拿大是想看看有什么投资机会。海关官员点点头，接着说：好的，那麻烦您出示一下银行的取款记录，或者您公司的营业执照、财务报表，任何能证明这笔钱合法来源的文件都可以。王大哥一听，当场就懵了，他说：我做的是小本生意，很多客户都是付现金，这钱是我从家里保险柜拿的，攒了好久了，没有银行单子，营业执照我也没带在身上啊，这下麻烦可就来了。海关人员的脸色立刻就变了。在西方国家的金融体系里，像这样说不清来源，没有银行流水对应的大额现金，默认就是高度可疑的资金。他们开始详细盘问王大哥的公司名字、地址、年营业额、纳税情况，以及这次来加拿大具体要见谁，有没有邀请函。王大哥因为是临时起意，准备非常不充分，被问的前言不搭后语，越说漏洞越多。最后，海关虽然没有没收他那8万加币，但因为无法核实资金来源，认定他有洗钱风险，并且入境目的不明确，直接拒绝了他入境，让他带着8万现金坐下一班飞机回去了。王大哥钱是保住了，可生意彻底黄了，机票酒店钱全赔了。更严重的是，他的护照上留下了一个被拒绝入境的记录，以后再去加拿大简直是难上加难。这个案例告诉咱们什么？带大额现金光申报还不够，您还必须提前准备好能证明这笔钱身家清白的材料。什么算证明材料呢？最硬核、最管用的就是银行的取款凭条，上面有时间、金额、您的名字，证明这钱是从正规金融系统里出来的。如果您是卖了房子带钱出去，最好带上房产买卖合同和完税证明的复印件，能做个英文翻译公证更好。如果您是几十年工资一点点攒下来的，带上多年的工资条或者个税缴纳记录也行，哪怕是儿女给您的，或者您要给儿女的，最好也有一份简单的赠与说明，签上字，写清楚缘由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您得让海关相信，这钱是干净的，有正经来路的，不是凭空变出来的。如果您什么证据都拿不出，光靠嘴说，海关有权怀疑，并暂时扣押这笔钱，直到您从国内补来证明为止。这一扣押，短则几星期，长则几个月甚至1-2年，您说闹心不闹心？接下来我要强调的3个，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，叫做千万别撒谎，诚实是您唯一的护身符。很多长辈在面对海关官员，尤其是面对他们严肃盘问的时候，因为心里紧张、害怕，或者就是单纯的想省事，会下意识的撒个小谎。比如明明带了12000，非说带了8000，明明是帮亲戚朋友带的钱，非说是自己的，明明是过去买房看孙子的，非说是纯旅游的。在这里，用我这么多年的飞行见识跟您担保，在海关面前撒谎，性质比您不小心带了违禁品严重10000倍都不止。那些海关官员都是受过专业训练，天天跟成千上万人打交道的，您是不是说谎，他们从您的眼神、语气、小动作里，一眼就能看个8、9不离十。一旦被他们认定您是在欺诈或提供虚假信息，那真的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您。咱们一定要从根本上扭转一个观念，申报不等于要交税，这是咱们华人长辈最大的一个误会。大家总是下意识的觉得，我告诉他我带了多少钱，他是不是就要扣我的税，是不是要收我手续费？我实话跟您说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海关要求您申报大额现金，主要目的是为了反洗钱、反恐，打击非法资金流动。只要您的钱来源合法，用途正当，您就算带了100万美金，只要您如实申报了，填了那张表，海关是不会收您1分钱税，也不会收您1分钱手续费的。他们顶多就是按照程序多问您几句，核实一下，然后就会恭恭敬敬的请您通关。填那张表，
只是为了在政府那里备个案，让国家知道有这么一笔合法资金流入而已。你想想，为了省那根本子虚乌有的税，去冒钱被全没收，人被遣返，甚至上黑名单的风险，这笔账怎么算都是血亏啊。说到这儿，肯定有叔叔阿姨要问了，我年纪大了，眼睛花，英文一个字母都不认识，那申报表我看都看不懂，更不会填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我不填行不行？我给您一句准话，绝对不行，看不懂，不会填，这都不是理由，也绝不是您选择隐瞒的借口。咱们可以问，可以学，可以求助。现在很多国际航班上都备有中文的申报单，您可以向空乘人员要。如果飞机上没有，下了飞机，在入境大厅的海关柜台附近，一般也设有专门的服务台，或者有会讲中文的工作人员。您实在找不到，看到旁边有年轻的留学生或者华人面孔的年轻人，客气的请人家帮个忙，绝大多数同胞都是愿意伸把手的。您就大大方方的跟人家说，小伙子姑娘，麻烦你，我带了多少钱？这个表我看不懂，请你帮我填一下，谢谢你了。千万别因为怕丢面子，怕麻烦，就闭上嘴，硬闯关，那个代价，咱们真的承受不起。除了上面这些核心规矩，还有一些细节，我也得跟大伙再唠叨唠叨，免得您因小失大。首先，海关眼里的钱，可不光是您兜里的纸币硬币，它还包括旅行支票、银行汇票、商业支票，甚至有些国家，连携带的黄金、金条都要折算成货币价值，一并计算。比如说，您带了5000美金现金，又带了一张5000美金的旅行支票，加起来就是1万整，这就必须申报。您可别觉得支票是张纸，就不算钱。另外，如果您身上有不同国家的货币，比如带了点台币、一些美金，还有准备应急的人民币，您得把这些钱全部换算成同一个货币单位，比如都算成美金，然后加在一起看总数。别觉着我美金没超，台币没超，人民币也没超，就没事了。海关算的是您所有钱加起来的总和。我再给您讲个我亲身遇到的事。有一次我飞法兰克福，排队过海关时，前面是一位咱们国内去的老师傅，背着一个很旧的帆布包。海关问他带了多少钱，他摇摇手，表示听不懂。海关人员示意他打开包检查，结果一打开，里面是用旧报纸包的严严实实的一捆一捆欧元，初看有3、4万。老师傅当时就慌了，通过翻译结结巴巴的解释，这是给我儿子留学用的学费和生活费，我怕路上丢，才用报纸包起来的。海关人员看他年纪大，穿着朴素，不像坏人，态度也缓和了，通过翻译问他为什么不申报。老师傅眼泪都快下来了，说，我以为一申报，这钱就要被没收充公了，我舍不得啊，这都是我攒了好多年的血汗钱。后来折腾了好久，幸好老师傅随身带着他儿子的入学通知书和学费缴纳单，证明了钱的用途，海关最终没有没收他的钱。但是因为他未申报，海关还是对他处以这笔钱 20% 的罚款，好几千欧元就这么没了。老师傅心疼得直捶胸口，我在旁边看着，心里特别不是滋味。您看，这就是因为一个错误的观念，白白损失了这么多钱，多冤呐！所以各位长辈，咱们出国，无论是探亲、旅游还是办事，身上带点钱以备不时之需，这很正常。但咱们一定要懂规矩，守规矩。我给您总结几句保命口诀，您要是记不住那么多细节，就把这几句话记住。第一句，一家人，钱就算一个总数，别分开藏，别耍小聪明。第二句，只要加起来超过1万，必须申报，申报不交钱，申报才平安。第三句，钱的来路要清白，取款单子随身带，有凭有据，心不慌。第四句，海关问话别瞎编，有一说一是最好，态度诚恳过得快。第五句，看不懂就问别害羞，找人帮忙不丢人，闷声吃亏才是傻。做到这5点，您过关时心里就有底了。另外，带大量现金本身也有风险，国外治安复杂，容易丢失或被盗。其实刷卡、电汇或旅行支票都更安全，手续费远低于被罚款或没收的损失。记住财不露白，出门低调稳妥最重要。面对国外法规，咱们要保持学习的心态，及时更新观念，做一个懂法、心里有数的明白人，是对自己和家人最好的保障。
如果记不住，可以收藏视频或转发给子女，提前准备好英文说明纸条，过关时直接出示。您或亲友是否有相关经历或疑问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交流，我们一起互帮互助。愿您每次出行都平安顺心。我是刘颖，咱们下期再见。